拉格率领的革命军全员果实公开，3个自然系，5个超人系，还有一个神级果实，名字没有确定，难怪他们会让伊姆感到畏惧。伊万科夫是伟大航路的军队长，他所吃的超人系荷尔蒙果实可以改变他人的性格，让男人瞬间变成大美女，还拥有超级强悍的治愈能力。路飞中了麦哲伦的剧毒生命垂危，就是靠着治愈荷尔蒙才得以保住小命。伊万科夫还能用情绪荷尔蒙驱散身体疲劳，让精疲力尽的人瞬间变成精神小伙，一点不比尼卡路飞的心脏之骨差。伊万科夫的副队长叫闪电，吃了超人系剪尖果实，可以把身体的一部分变成剪刀，切开任何东西像不一样使用，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算是一个辅助果实。萨博是革命军的参谋长，地位仅次于多拉格，他所吃的烧果实一直被诟病太过普通，在新世界只要是个人都能用火焰攻击。不过萨博拥有超强的体术和霸气，与烧果实结合起来能抗衡大将藤虎。在圣地玛丽乔亚对抗吴老星和伊姆之后，便被世人称为炎帝，未来必定会让烧果实大放异彩。贝洛贝蒂是东军队长，吃了超人系鼓舞果实，别看他对个人实力提升不大，却是革命军能否推翻天龙人的关键。只要挥舞手中的旗帜，就能唤起人们心底的力量，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变成战士。西军队长卡拉斯吃了自然系煤灰果实，能用煤灰制造出各种形状的物体，最常见的是制造乌鸦用来战斗和通信，给人一种赋予煤灰生命的感觉。别看他的赏金只有4亿贝利，却能给堪称怪物的藤壶脑袋开瓢。西军队长是巨人茉莉，吃了超人系推果实，能够将身体周围的任何物体推开。在100年前，茉莉就是雄霸一方的大海贼，后来被逮捕住关入海底大监狱。不过茉莉靠着推果实悄无声息逃走，还创造了5.5层，被伊万科夫当成人妖乐园。多拉格作为革命军的首领，他的果实名称一直未公布。当年在罗格镇操控风雨雷电解救路飞，所拥有的能力可以比肩白胡子和赤犬。很多人推断他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大雄也曾是革命军的成员，后来为了给波妮治病，甘愿成为一名七武海。他所吃的超人系肉球果实能将任何事物拍飞，不仅让大雄获得堪比光速的瞬间移动，还拥有能毁灭一座岛屿的雄之冲击，人体内的伤痛也能被他拍出来，治疗能力一点不比路飞的心脏之骨差。卡拉斯的副队长叫吉隆，他拥有的恶魔果实还没有公布名称，可以将吃掉的任何事物用来战斗，与瓦波尔的吞果实能力相似。有多少人忽略了剧情中的这个细节？尾田让香克斯的同胞兄弟登场，居然没有人看出来。作为海米最熟悉的陌生人，香克斯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团。我们只知道香克斯出生西海，具体来自哪个家族也是一点都不清楚。38年前，洛克斯集结一帮穷凶极恶的海贼，在神之谷攻打天龙人，当时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卡古迫不得已与罗杰联手，才将洛克斯击溃。事后，罗杰在战场上发现一个藏宝箱，里面有一个1岁大的小宝宝，他就是小香克斯。罗杰将他带在身边，抚养香克斯慢慢长大。有不少海米认为，小香克斯在神之谷出现，他的父母或许是被洛克斯攻击的天龙人。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吴老星得知乌塔就是香克斯的女儿后，一度认为乌塔也是天龙人，属于费加兰家族的后代。随后派遣黄猿和藤虎2位海军大将去抓捕乌塔，从此也能推断香克斯与天龙人费加兰家族有很大关系。世界会议期间，香克斯来到圣地玛丽乔亚，找吴老星谈论某个海贼的事情，也让香克斯黑化的言论四起，说他与吴老星做了某种交易。吴老星特地腾出时间见他，还强调香克斯不应该参与到政治中来。随后在伊姆的花枝房间里，路飞和黑胡子的照片被剑砍碎，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香克斯与吴老星谈论的海贼不是黑胡子就是路飞。其实这种推测一点也不合理。如果谈论的那个海贼是黑胡子，难道说香克斯找黑胡子的弱点，让吴老星出手去解决掉黑胡子吗？这显然不符合红发海贼团的战斗力，打黑胡子海贼团根本不用其他人帮忙。如果说谈论的海贼是路飞，香克斯是告诉吴老星不要动路飞吗？这也不合理。和之国篇开始后，福兹福暴露多年前香克斯从他手中抢走了橡胶果实，在路飞觉醒后，我们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果实，另一个名字是幻兽种尼卡果实。因此也有海米说香克斯找吴老星谈论的海贼是福兹福，其实也不合理。吴老星也说了，尼卡果实不在图鉴上，香克斯也不知道橡胶果实是传说果实。在海贼王1083话中，伊姆的最终底牌神之骑士团登场，个个都是顶级强者，其中有一个人的剪影与香克斯很像，有不少人觉得香克斯就是神之骑士团成员。有没有一种可能，当初见吴老星的人就是这位神之骑士团的人？他与5个老头谈论的海贼正是自己的同胞兄弟香克斯。神之骑士团的任务是稳定天龙人的统治，吴老星才说他不应该参到政治中来。还有一个细节，见吴老星的香克斯只露出了右脸，并没有展示出左眼的3到8，是否可以说香克斯应该是天龙人费加兰家族的后代？面见吴老星的人就是他的同胞弟弟吗？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篇章，依旧有5个恶魔果实未公开名字。第一个当然是革命军首领多拉格的恶魔果实，当年他在罗格镇登场，天空乌云密布，下起暴雨，还伴随着电闪雷鸣。就在路飞被巴基处刑时，多拉格操控闪电命中巴基，也救了路飞一命。在帮助路飞逃跑时，多拉格制造出超强的狂风，岩石都无法抵御。不难得出多拉格所吃的恶魔果实拥有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
有细心的海米发现，革命军的所有人都戴着防风眼镜，因此推断出多拉格很可能吃了自然系风暴果实。从凯多能制造狂风雷电来看，多拉格也可能吃了特别的幻兽种果实。第二个波尼的恶魔果实，他在香波地群岛登场时，能将自己变成小女孩，也能将海军变成老头和小孩，并且让他们拥有对应年龄的身体机能。不难确定，波尼吃了超人系果实，具体能力就是改变人的年龄，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遇到霸气强大的敌人，等同没吃恶魔果实，也难怪黑胡子嫌弃波尼的战斗力弱，只愿意让他做自己的压寨夫人。第三个是怪僧乌尔基的果实，能将自身受到的伤害转化为力量和体积，受到的伤害越大，身体巨大化和力量的增加也就会越大。从乌尔基被黄猿重伤来看，吸收伤害应该有上限，达到一定限度也会丧命。对战和平主义者时，乌尔基嘴里念叨着因果报应，难道说他吃了因果果实？这颗果实对他的实力提升很大，拿1亿多的赏金击败过赏金6亿的第4将星。第四个是革命军北军副队长吉隆的果实，他出场时嘴里在吃着望远镜，具体能力目前还不好判断，应该也属于超人系的一种。从吉隆强悍的外形来看，他的果实应该不简单。瓦尔波所吃的吞吞果实与吉隆的能力差不多，不过瓦尔波能吞的东西大，制造出来的事物也多，很有可能是吉隆所吃果实的上级果实。第五个是拉斐特的恶魔果实，作为难美的最终对手，拉斐特从出场开始就表现得特别神，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玛丽乔亚，还敢当着战国和七武海的面出来说话。陪同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时，拉斐特身后长出一双翅膀，能在空中飞行，还有催眠能力，让敌人按照自己的命令做事情。暂不确定催眠能力来自恶魔果实，不出意外，拉斐特也是吃了某种动物系恶魔果实，应该还有其他特殊的能力。赤犬对路飞的态度为何变化那么大？从担忧到向路飞服软，赤犬到底经历了什么？当年去顶上战争救艾斯，路飞带着一群强者空降马林凡多，在场的众人都为之震惊。赤犬也察觉到路飞的身世的危险性，忌惮路飞会成为龙一样的强者，是要将路飞的命留在马林凡多。当路飞抵挡住战国的攻击，从处刑台救下艾斯后，白胡子下达船长命令，让所有人快点撤离顶上战争。见到路飞和艾斯逃跑，赤犬决定用激将法将艾斯留下。他侮辱白胡子不敢与罗杰战斗，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艾斯还是太年轻，被赤犬的话语激怒，败给了能燃烧火焰的岩浆果实。用岩浆拳头贯穿艾斯身体后，赤犬把击杀的目标改成路飞。好在慎平站了出来，不顾生命危险替路飞挡住了赤犬的攻击。最后马尔科等一众强者出手保护路飞，也没能挡住赤犬的脚步。直到香克斯带领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凡多，赤犬才不得不放弃追杀路飞。经过2年的修炼，路飞带着半个海贼团去蛋糕岛救山治，击败了最强将星卡塔库利，成功逃离比格梦海贼团的地盘。此后路飞的赏金涨到15亿贝利，也被摩根评价为第5位海上皇帝。赤犬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一把抓住路飞的悬赏令将其烧毁。他非常懊悔地对黄猿说，2年前就应该在马林凡多干掉路飞。随后赤犬还说了，不管是4皇还是5皇，他都要全部干掉。不过赤犬很快就打了自己的脸，得知路飞去和之国挑战凯多时，黄猿立马请求出差，表示要去和之国走一趟。赤犬却以和之国存在不明战力为由，让黄猿不要轻举妄动。他在忌惮和之国强大的武士，也是在忌惮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路飞来到和之国后，战斗力直接连升3级，武装色学会能从敌人内部攻击的流鹰，霸王色学会了最顶尖的缠绕攻击，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在鬼岛对战百兽海贼团，击败了世界最强生物凯多，路飞的赏金涨到30亿贝利，成为真正的海上皇帝。赤犬得知此事后，对路飞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他让绿牛带走战败的百兽海贼团成员，千万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对刚刚当上4皇的路飞有一些忌惮。随后赤犬仰望天空，懊悔自己为何在如此混乱的局势当上元帅。罗杰一生有5次豪赌，有2次让路飞的命运发生改变。不知在何年何时何地，罗杰在海边瞎溜达，看上雷利偷来的船，他决定赌一次，发动白嫖色霸气，忽悠雷利当自己的副船长，不仅搞到创业路上的第1位伙伴，还弄到了第1艘海贼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雷利陪同罗杰征战4方，最终抵达拉夫德鲁，找到乔伊波伊留下的大秘宝，帮助罗杰成为史上第1位海贼王。38年前，罗杰海贼团从水仙星岛归来，途径天龙人所在的神之谷。当时洛克斯率领海贼团正在攻击天龙人，企图成为世界的王。洛克斯海贼团有白胡子和凯多等众多强者，海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罗杰决定与亦敌亦友的卡普联手，一起对抗史上最强的洛克斯海贼团，最终将洛克斯海贼团彻底击溃。卡普凭借这一战成为海军英雄，罗杰则被海军从功劳簿上抹除，也让卡普欠了罗杰一个大人情。后来在某座无名小岛，罗杰与白胡子相遇，双方激战3天3夜未分胜负。得知从和之国而来的光月玉田能解读红色石头上的远古文字，罗杰决定赌一次，向白胡子下跪，恳求对方让玉田跟着自己冒险1年。白胡子不仅没有同意，还差点因家人被夺走与罗杰再次爆发战斗。好在光月玉田也想陪同罗杰去冒险，才让白胡子平息了心中的愤怒，
有了光月玉田的加入，罗杰海贼团很快找到了4块路标历史证明，最终抵达拉夫德鲁，找到乔伊波伊留下的大秘宝，成为第1位海贼王。随后罗杰将海贼团解散，一个人离开。他找到陆九，享受了一段甜蜜的生活。在去海军自首后，罗杰恳求卡普照顾自己的孩子，他赌卡普不会拒绝。这一次罗杰又赌对了，卡普在罗杰死后找到陆九，将刚出生的艾斯带走。他将艾斯交给好友达旦抚养，后来也把亲孙子带来，让路飞与艾斯一起成长，也让路飞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有了艾斯和萨博2位能保护自己的哥哥，艾斯在马林范多为了救路飞，用身体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丢掉性命。萨博与路飞在德雷斯罗萨相遇，会抛弃一切立场，在路飞危难时帮助他。罗杰最后的赌注是用自己的性命开启大海贼时代，找到乔伊波伊的继承人。路飞也是受到罗杰临终话语的激发，才决定不当海军去当海贼王的。经过鬼岛一战，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也证实他会成为乔伊波伊。等到路飞抵达拉夫德鲁，找到 One Piece， 罗杰最后的豪赌也会迎来获胜。果实能力越逆天，副作用就越大。这5颗神级果实的主人，战斗力被果实副作用严重拉低。第1颗是暗暗果实，黑胡子看过恶魔果实图鉴，知道暗暗果实的凶恶能力，宁愿触犯白胡子船上的铁律，也要杀害同伴萨奇抢走暗暗果实。凭借暗暗果实的无限引力，黑胡子一步步成为新世界的海上皇帝。不过暗暗果实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受伤带来的疼痛感远超常人数倍，哪怕是受到一点点的小伤，都会让黑胡子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与白胡子对战，胸口挨了一刀，黑胡子疼得满地打滚，喊爸爸饶命。好在老爹的身体达到了极限，才让黑胡子捡回一条小命。第2颗是毒毒果实，明明属于超人系行列，却像一颗自然系恶魔果实。麦哲伦仅凭借毒毒果实的输出，就拥有了准大将级别的战斗力，也是海底监狱最强的人。黑胡子海贼团对战麦哲伦被一招秒杀，路飞和老沙等强者组建的越狱小分队也被麦哲伦追着到处跑。不过毒毒果实带来的副作用，连麦哲伦本人也承受不住，会因为吸入呼出的毒气而腹泻，每天蹲马桶10个小时，严重影响战斗力。就问一个不用窜稀的麦哲伦，战斗力会比海军大将弱吗？第3个是手术果实，价值50亿贝利，也是海贼王中最贵的恶魔果实。不懂医术的人吃下手术果实，不会对能力者带来任何帮助。罗在明哥的安排下，从小熟读医书，对手术果实的开发非常完美，不仅能从敌人内部发动震荡攻击，还能让一个人达到永生。不过手术果实的技能太耗费体力，这也让罗的实力上限受到严重影响。第4颗是超人系橡胶果实，应该叫尼卡果实才更加准确。刚吃下橡胶果实后，路飞并没有展示出他传说级别的神级能力。从学会2档开始，路飞就在用消耗寿命的方式换取战斗力，4档的副作用更大，每次使用完之后都有10分钟不能用武装色。在路飞觉醒幻兽种尼卡果实后，也会因为身体消耗太大变成小老头。好在心脏变成解放之骨能瞬间恢复，不过对寿命的消耗却没有减少。第5颗是阵阵果实，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拥有损耗身体的副作用。去马林范多救艾斯，白胡子使用阵阵果实，展现出世界最强男人的实力。当时白胡子的年龄与卡普和战国差不多，可身体状态却有很大差距。阵阵果实消耗了老爹的身体，也是他丧命马林范多的重要原因。你知道卡普的面子救过路飞的命多少次了？不要以为路飞没去当海军，卡普就对他不管不问。从路飞出海那一刻开始，卡普就在为路飞的生命安全着想。为了救回罗宾，路飞带领草帽团闯入司法岛，挑战世界政府的权威。靠着开挂一般的表现，路飞击败800年以来最强的 CP9路奇，带着同伴安全逃离，还让司法岛消失在屠魔令之下。卡普很清楚路飞捅了大篓子，立马跑到七水之都找到大孙子，当着众人的面公布自己与路飞的关系，还说出革命军首领是路飞的老爸。在草帽团离开七水之都时，卡普扔出几百个炮弹攻击，却一个都没有命中。他还告诉手下的人自己不会抓路飞。大弟子亲自听完后牢牢记在心里。在马林范多看到赤犬准备动手抓路飞，亲自立马出现用冰刀将路飞打飞，随后被马尔科飞过来一脚踹飞，也算是从赤犬手中救了路飞一条命。去恐怖3维帆船冒险，路飞击败了赏金3亿2千万的七武海莫利亚。世界政府命令另一位七武海暴君雄将草帽团的所有成员彻底抹除。暴君雄本是革命军的核心干部，也算路飞的自家叔叔。他放走了草帽团，回到海军基地交差，被战国一顿臭骂。卡普在一旁强调自己的大孙子很低调，打败一位七武海不会到处炫耀。战国也是心领神会，没有再派兵抓捕路飞。随后路飞在香波地群岛揍飞天龙人查尔罗斯胜，又闯入海底大监狱救哥哥艾斯，两件事让海军颜面尽失。身为海军元帅的战国指责卡普的家人太胡乱，又碍于卡普是海军英雄的面子，自己与贺婆婆不得不到处托关系保住路飞的小命。路飞带着越狱小分队抵达马林范多，卡普和战国立马说出路飞的身世，终将鼹鼠很不知趣，对着路飞一顿猛攻，气得卡普握紧拳头差点出击。好在黄猿懂人情世故，来到路飞面前，一脚将他踢到白胡子的手中。当路飞抵达处刑台时，战国立马开启大佛形态，一拳头将3档路飞打漏气。相比打黑胡子的一拳，完全不是一个力道。战国是给卡普面子，饶了路飞一命。前海军大将泽法虽然离开了海军，也算是卡普的老同事。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后，
立马停止攻击，一把将路飞扔了出去。如果不是给卡普一个面子，对海贼深恶痛绝的责罚，必然会拿走路飞的脑袋。去愚人岛的时候，路飞嘴馋吃掉了四皇大妈的甜点，还扬言会打飞四皇。即便路飞提出拿宝藏来弥补，大妈碍于四皇的地位，一开始也没有答应。得知路飞是卡普的孙子后，大妈稍微有点怂，让路飞来新世界找自己。本以为大妈会取走路飞的性命，殊不知她成为路飞称王道路上的最大帮手。路飞去和之国接山治回来，大妈送2个儿子陪路飞练级提升战斗力，不仅送上了手中的历史正文，还将用自己灵魂制造的宙斯送给了娜美。来到和之国后，大妈彻底化为草帽团的名誉船员，先是帮助路飞越狱，又在鬼岛战争中一拳搞定飞6包佩吉万以及贯穿飞6包乌尔提身体，被基德和罗打败之后，还带走了火前方以及凯多在鬼岛储备的炸药。目前卡普正在蜂巢岛对战黑胡子海贼团，削弱路飞最终敌人的战斗力，为路飞成为海贼王贡献最后一点力量。海贼王中一共出现过11位七武海，其中有4个人丢掉了7件宝贝，索隆得到1件，战斗力被加强。明哥造就2位恶魔果实觉醒者。当年在罗杰船上当实习生，巴基得到1张藏宝图和1颗恶魔果实，他想着卖掉恶魔果实，搞1亿贝利当启动资金去寻找宝藏。就在巴基筹划未来之时，香克斯突然出现，吓得他吞下恶魔果实，宝藏图也掉入大海之中。巴基奋不顾身跳入大海，不料已经变成了旱鸭子。小命虽然被香克斯保住了，宝藏图却彻底丢了。明哥一生最悲催的事情，不是被路飞打败关入推进城，而是丢掉3颗神级果实。第一个是手术果实，价值50亿贝利，还能让人获得永生。当年明哥收留罗，目的是让罗吃下手术果实，给自己做永生手术。好在罗被克拉松感化，脱离唐吉诃德海贼团，让明哥的计划失败。罗也没有浪费手术果实，在鬼岛对战四皇大妈，展示了果实觉醒能力。离开和之国后，罗与四皇黑猴子单挑，目前还没有落败。第二个是金晶果实，被太佐罗抢走后，也开发到觉醒状态。太佐罗用金钱奴役天龙人，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吴老星也得派 CP0 去保护他。第三个是烧烧果实，明哥利用它对付路飞，不料被萨博得到。吃下烧烧果实后，萨博与大将藤虎不分伯仲，或许能开发到觉醒状态。莫利亚算是最弱七武海，年轻时期也想过当海贼王，在和之国挑战凯多失败，全部伙伴被杀害。逃离和之国之前，莫利亚做了摸金校尉，偷走了黑刀秋水和龙马的尸体。索隆在恐怖的3维帆船得到秋水，战斗力得到不小提升。莫利亚还有约翰团长的宝藏图，佩罗娜将它放在了桑尼号上，后来被路飞得到，在推进城送给了巴基，里面的宝藏应该不多，不然巴基也不会去找老沙借钱。为了将四皇凯多拉下马，罗在顶上战争完结后，用100个海贼的心脏换取七武海之位，联手路飞在德雷斯罗萨打败明哥，又陪同路飞去和之国击败凯多。不过罗将会丢掉1件宝贝，就是从凯多那里得到的历史正文。目前黑胡子正在攻击红心海贼团，目标就是抢走罗手中的历史正文。一旦罗战败，历史正文会丢失，他的手术果实应该也会被黑胡子拿走吧。革命军核心战力成员的实力排名，萨博比自然系觉醒者的实力弱一些。第8到20名是5位副军队长，在海贼王漫画1082话里，革命军东南西北中5位副军队长登场，并没有战斗画面，也判断不出他们的战斗力强弱。其中伟大航路的副军队长闪电在海底监狱登场，是捡尖果实能力者，与麦哲伦的战斗没有公开。从闪电濒临死亡的状态来看，应该是被秒杀了。其他几位副军队长的战斗力也应该和闪电差不多有普通海军中将的水准。第6到第7名是贝蒂和林德伯格2位军队长，贝蒂和林德伯格在露露西亚王国登场，对战桃胡子时有过出手。从表现上看，2位队长都没用全力，像是战场的辅助者，谁强谁弱不好区分。第5名是伟大航路军队长伊万科夫，他在路飞闯入推进城时出场，与准大将级别的麦哲伦交战，几乎是完败。在顶上战争与赤犬也有过交手，双方的战斗力也不在一个级别，可见伊万科夫的实力应该达不到准大将级别。第4名是西军队长莫里，他是一位巨人族，吃下了超人系推推果实，在100年前就是有名的大海贼，曾经被关入海底监狱。茉莉靠着推推果实制造了人妖乐园，偷偷越狱成功。世界会议期间，茉莉与大将绿牛爆发战斗，用3叉戟刺穿绿牛的手臂。如此来看，茉莉的战斗力不能说超越大将，至少是很接近大将的水平。第3名是萨博，作为革命军的2把手，这个排名可能有点低。在德雷斯罗萨，萨博吃下自然系烧烧果实后，一人挡住藤虎率领的海军，海军中将巴斯提欧不算弱者，结果被萨博一招龙抓手轻松秒杀。与海军大将藤虎战斗，萨博打得有点吃力，不过场面上也算五五开吧。最终双方达成某种协议后停手，可见藤虎也是认可了萨博强悍的战斗力。第2名是北军队长卡拉斯，外号乌鸦。卡拉斯刚出场时被认为是军队长中最强的一位，当时他的恶魔果实还未公布，从他能召唤和控制乌鸦来看，很可能吃了幻兽种3足鸦果实。在海贼王漫画1083话中，卡拉斯的果实公布是自然系美美果实，对战大将藤虎也占据上风，实力绝对不输大将。卡拉斯能将无生命的煤炭变成乌鸦后，拥有通信传递情报的能力，是否可以说已经将美美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呢？第1名是多拉格，
作为革命军的首领，多拉格的实力一直是谜。在罗格镇的时候，多拉格展示过操控风雨雷电的能力，具体吃了什么恶魔果实还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战斗力绝对在四皇级别。当年在香波地群岛，雷利划伤大将黄猿的脸颊，是黄猿一时大意，还是战斗力比雷利差一点呢？作为海贼王的副船长，雷利到底有多强，一直没有准确答案。38年前，罗杰与卡普联手击溃洛克斯海贼团，雷利有没有参与战斗，以及对手又是谁，剧情中都没有明确介绍。后来与白胡子海贼团大战，雷利的战斗画面也非常少，用一根手指头挡住少年马尔科，告诉对方最强二把手真正的实力。罗杰将海贼团解散后，雷利负责把玉田送往和之国。在分别时，雷利询问玉田要不要帮忙，也表明雷利有自信搞定海多。随后的几十年里，雷利一直隐藏在香波地群岛，找到前九蛇海贼团船长夏奇当女伴，不是逛赌场就是喝酒，直到路飞大闹拍卖场，一拳揍飞天龙人查尔罗斯胜，雷利才出面小秀了一波实力，用霸王色震晕在场的天龙人。卡普得知雷利在香波地群岛露面后，对雷利的实力评价特别高。他说即便是海军中的老将，对上雷利也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当黄猿与雷利对战的时候，卡普的话果真应验了，黄猿的脸颊被打伤，随后两人打了一番拉锯战。从雷利气喘吁吁的表现看，实力也没比黄猿高多少。在七武海大雄将将草帽团拍飞之后，黄猿没有找雷利麻烦，也没有逮捕超新星，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交差。顶上战争完结后，雷利向路飞建议将草帽团歇业2年。在此期间，雷利当路飞师傅，传授路飞3种霸气的用法。霸王色没教最顶尖的缠绕攻击，也没告诉路飞霸王色还能造成物理伤害。武装色用来打路飞是真的狠，却没有传授能从内部攻击的流鹰。见闻色说了有人能达到预见未来的地步，却没有展示给路飞看。不过在对战4档路飞的时候，雷利仅仅用了1拳便搞定了对方。从路飞用4档打败明哥来看，是否可以说雷利能轻松打赢多弗朗明哥？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黑胡子马不停蹄地带人来到九蛇岛，果然不是基于汉库克的本色，而是盯上了超人系甜甜果实。得知大徒弟老婆有麻烦，雷利带着老情人夏奇赶到九蛇岛，开启强大霸王色震慑黑胡子，让对方乖乖听从自己的建议。事后雷利对汉库克说自己年龄大了，打不赢现在的黑胡子。言外之意是说，年轻时候妥妥的4皇级别，现在实力有所下滑。从黑胡子没有继续对战雷利来看，也是认可雷利有对抗自己的实力，比所谓的海军大将应该强一些吧。离开和之国后，香克斯正式加入大秘宝的争夺战。他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艾尔巴夫，正在抢夺基德手中的历史正文。这也意味着红发团与草帽团必有一战。下面来分析下对阵情况吧。路飞的对手是香克斯，两位船长之间的战斗，胜者即是海贼王。香克斯拥有强大的剑术和霸气，霸王色能造成物理伤害，还拥有能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路飞的霸气也不弱，外加已经觉醒尼卡果实，与香克斯有一战之力。索隆的对手是本贝克曼，副船长之间的战斗。本贝克曼擅长用枪，霸气也非常强大，还拥有超高的智商，实力能匹敌4皇。索隆是未来第1大剑豪，已经觉醒了霸王色霸气，战斗力距离4皇也不远了。山治的对手是拉基路，两人都是厨师，拉基路擅长霸气攻击，能把自己当保龄球战斗，体术应该非常强大。山治觉醒了血统因子，拥有金刚不坏的身体，对战拉基路毫无劣势。乌索普的对手是他的老爸耶稣布，两人都是顶尖狙击手，耶稣布能从100米之外命中蚂蚁的眉心，拥有追击者的称号。乌索普也觉醒了见闻色，擅长使用植物子弹，凭借运气他也不会输。慎平会与嘎布交手，嘎布是红发团的战斗员，有长长的头发和锐利的牙齿，能从嘴里放出咆哮攻击，拥有不逊色动物系能力者的身体。两人的战斗会是力量比拼。莱姆琼斯会与娜美爆发战斗，他是红发团的一名战斗员。莱姆琼斯擅长将雷电缠绕在武器上攻击，娜美的天侯棒也拥有强大的雷电攻击，比拼雷电的强弱，娜美能赢任何人。乔巴的对手是红发团的船医本乡，本乡还是一名武器专家，拥有瞬间拆解和组装的能力。乔巴已经将暴走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战斗力不会输给本乡。两人的比拼重点应该还是医术。罗宾的对手是宾治，两人会在体术上一较高下。宾治是一名音乐家，外表健硕，擅长体术战斗。罗宾在对战黑玛利亚时召唤出了巨大恶魔，体术战斗也很强悍。布鲁克的对手是猴子孟士达，两人都是音乐家。战斗的戏份或许不会多，联手演奏一首曲子非常合适。作为船将的弗兰奇会对上红发团的领航员斯内克，对手擅长杂技，喜欢用2把刀战斗，身上还拥有龙图案纹身。曾经有海迷推测过，弗兰奇的老爸可能是斯内克，与自己痛恨的海贼父亲战斗，弗兰奇一定会很认真，能否获胜还很难说。在吴老星的心目中，马尔科真的达到4皇水平了吗？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不仅吃下了稀有的幻兽种不死鸟果实，还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陪伴着自己提升实力。曾经与雷利有过交战，被一指禅教做人后，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顶上战争的前半段，马尔科没有固定的对手，更像是在打游击，见到黄猿攻击白胡子，
他飞过去挡住八尺琼勾玉，紧接着一脚踹飞大将黄猿。两人没有后续战斗，谁更强也不好说。见到青雉用冰刀攻击路飞，马尔科又飞了过去，一脚踹飞大将青雉。不过在偷袭出行台的时候，马尔科结结实实挨了卡普一拳。从小马哥无奈的眼神能看出，他与卡普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见到艾斯丧命之后，马尔科联手比斯塔攻击赤犬，却忘记使用霸气，不仅没有对赤犬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被嘲讽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随后马尔科带领白胡子海贼团众多队长护送路飞顺利逃离马林饭多，也没能挡住赤犬继续追杀路飞。他的实力相比四皇级别的赤犬有很大差距。顶上战争之后，吴老星分析世界局势，一度认为马尔科拥有顶替白胡子的实力。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决战时，马尔科一方惨败，也没展现出四皇级别的实力。连马尔科自己也说了，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对手。来到和之国帮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马尔科一脚踹飞 Big Mom 的海贼船，随后与四皇大妈单挑，用蓝色火焰轻松打伤霍米兹。即便大妈抓住马尔科的脖颈，也表示出不能在此刻杀掉他。来到凯多的城堡，马尔科帮助索隆登上屋顶，紧接着单挑2位大看板。岩灾镜和异灾奎因都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强者，战斗中也没有体现出优势。镜虽然砍掉了马尔科的一只翅膀，却没能对马尔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最后马尔科体力耗尽，硬生生拖到海贼王的双翼索隆和山治登场。马尔科的赏金虽然没有岩灾镜高，但实力方面显然要高出对方一筹。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香克斯也带着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他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这也是香克斯第2次邀请对方当伙伴。虽然马尔科还是拒绝了，也能看得出来香克斯是多么认可他的战斗力。海贼王漫画第1082话解开3个谜团，巴基是否在隐藏实力有了最终答案。吞吞果实的上级果实出现在革命军中。第一个是巴基隐藏实力的说法纯属扯淡。当年香克斯登上莫比迪克号，让白胡子召回艾斯放弃追杀黑胡子，白胡子却主动询问巴基的情况。在香波地群岛，草帽团与雷利见面，雷利也询问了巴基的情况。能让世界最强男人和冥王雷利如此关注，巴基绝对不是泛泛之辈。来到马林饭多救艾斯，巴基当着10万海军的面开直播，对救下艾斯功劳很大。赤犬干掉艾斯之后，又开始全力追杀路飞。当所有人都在对战赤犬时，巴基大神又站了出来，他飞在空中接住圣平和艾斯，躲过赤犬的岩浆拳头，又轻轻扭了一下头，躲过了大将黄猿的镭射光线，最终将路飞送到罗的船上。战争结束之后，巴基被世界政府邀请当七武海，也让海米觉得巴基的表现有隐藏实力的嫌疑。在海贼王漫画1082话中，巴基回忆起与香克斯的往事，他认为香克斯太优秀，有能力当罗杰的接班人，所以他放弃争夺 One Piece。从此也能确定一点，巴基没有隐藏实力，顶上战争的神奇表现只是运气。第二个是吞吞果实的上级果实登场，萨博躲过伊姆的追杀，成功回到革命军的基地卡马巴卡王国。革命军北军的副队长也登场了，他叫吉龙，是一位能力者。果实名称没有公布，只要是被他吃掉的东西，都可以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用来使用。如果让他吃掉远古兵器冥王，是不是就能轻松摧毁一座岛屿了呢？可惜的是，吉龙没有那么大的肚子。吉龙的果实比瓦尔波的吞吞果实更强一些，说它是吞吞果实的上级果实也很合理。第三个是革命军与四皇谁的势力更庞大。在海贼王1082话中，东南西北4位副军队长登场，革命军的战斗力全部公开。多拉格是革命军的首领，战斗力绝对不会逊色任何一位四皇。萨博作为参谋长，实力有大将级，也不会弱于任何一位皇父。5位军队长相比百兽海贼团的凌空六子，实力也基本差不多。5位副军队长的实力还未展现，战斗力最多算四皇团的普通干部。从核心战斗成员来看的话，革命军的整体实力与四皇团差不多，但革命军最可怕的地方是拥有军队，战斗成员还在不断增加。随着被颠覆的国家越来越多，革命军拥有的实力确实能威胁到天龙人的统治。他叫乔拉克尔米霍克，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剑术，长着雄鹰一样的眼睛，拿着35亿9千万的赏金。得知香克斯在东海失去一条左臂，鹰眼放弃海军猎人的身份，加入海军成为一名七武海。当年在海上餐厅巴拉蒂现身，鹰眼划着一艘小船追杀克里克，见到出海的目标就在眼前，索隆没有丝毫犹豫站出来挑战。面对眼前的无名小卒，鹰眼完全没有当回事，拔出胸前的小刀，很装卑地说了一句：很遗憾，没有比这还小的刀了。索隆没有理会鹰眼的装卑行为，挥出自以为傲的招式鬼斩，却被对方用小刀轻松挡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招式被看穿，更加不敢相信自己与世界最强的差距如此之大。陷入绝望的索隆拼命攻击，直到胸口被小刀贯穿才停下来。鹰眼问他为何不躲避，索隆坚定地说：与其败北，不如死掉。这句话得到了鹰眼的认可。他询问索隆的名字，拿出代表世界最强的黑刀叶，在索隆胸口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顶上战争开打后，鹰眼一改往日的风格，主动站出来参与战斗。他想测试自己与最强男人的差距。一道蓝色斩击冲向白胡子，二番队长拍马赶到，以钻石身躯挡下世界最强斩击。鹰眼收起黑刀叶，他已经知道自己与白胡子之间的差距。见到路飞从天而降来到马林饭多，鹰眼决定不给红发面子，
测试路飞能否在黑刀下存活。用见闻色锁定目标之后，挥出一刀蓝色斩击，将路飞砍吐血。此时慎平站了出来，他告诉鹰眼，宁可丢掉性命，也要保护路飞的安全。无奈慎平的实力与鹰眼不在一个档次，连一招都没能挡住。路飞很清楚打不过鹰眼，面对黑刀叶的攻击，他只有逃。穷途末路之际，路飞双手抓住巴基，直接扔了过去。鹰眼砍上10000刀，却没对巴基造成任何伤害，直接把鹰眼整蒙圈了。也难怪巴基能当上4皇。看到鹰眼依旧对路飞穷追不舍，马尔科让花剑比斯塔过去帮忙。此刻鹰眼也发现了，路飞拥有大海上最恐怖的力量，不是多么强大的战斗力，而是能让战场上的人一个个成为队友。在路飞冲向处刑台时，鹰眼再次发动攻击，蓝色斩击被达子挡下，不过达子还是太弱了，倒在了黑刀叶之下。好在老沙及时出现，一句老子现在心情不好，让鹰眼乖乖停手。世界会议过后，鹰眼七武海的身份被废除。面对海军的围剿，一向独来独往的鹰眼答应与老沙联手组建10字工会，却在无意间帮助巴基成为4皇。作为4皇的核心干部，鹰眼也算落得安静。